欢迎来到乐之梦想，这是一个帮助你心灵成长、人生更自在富足的频道。影片记得看到最后，将会提供我们频道观众专属的福利。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聊天时在脑中拼命搜寻着可以打破僵局的话题，却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出来。你是不是也常这样？刚开始和对方聊得还算融洽，但才没有讲几句话，气氛就瞬间凝结，只剩下尴尬和沉默。今天这支影片，我将毫无保留地告诉你6个堪称神级的聊天技巧。这些技巧不仅能帮你在任何场合与任何人展开对话时都能自然而然地延续话题，让聊天过程流畅无阻，再也不会出现冷场的尴尬局面。最重要的，我还会加码告诉你一个很多人在聊天时都会犯的致命错误，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第一个技巧叫做 FORM 法则，这是一个被公认为非常实用的聊天开场策略。FORM 这4个字母各自代表着不同的主题。F 代表 Family 家庭， O 代表 Occupation 工作， R 代表 Recreation 休闲， M 则代表 Motivation 动机。这些主题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遍且容易展开讨论的面向，提供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开场框架。透过 FORM 法则，你只需要从这4个核心角度切入，就能轻易找到话题，几乎不可能出现冷场的尴尬情况。例如，你可以自然地询问对方，你的家人也住这附近吗？方便的话可以介绍一下。或者，你最近的工作还顺利吗？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甚至是，你通常都如何放松？有什么特别的休闲活动可以推荐吗？这些问题都能有效地开启对话。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个小细节，聊天开场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打破沉默而随意的闲聊，更不是漫无目的的瞎扯，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建立连结。FORM 法则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能帮助你精准地切入对方的生活，快速找到彼此的共同点与共鸣之处，让对话从一开始就充满意义与方向，而非流于表面。第二个技巧是情境延伸法。在聊天过程中，我们常常会让话题停留在一个单点上，导致对话无法深入。但学会情境延伸，就像是侦探抓到一条重要的线索，随后顺着这条线索不断往深处挖掘。这是一种让对话从单向传递变成多项互动的有效策略，让话题如同树状图般不断扩展。举例来说，当对方提到我昨天去看电影了，这时你就可以顺着这个资讯开始进行情境延伸。哇，看什么电影？是最近很热门的那部吗？你喜欢看这种风格的电影吗？平常会特别挑选类型吗？或者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片单，我可以列入参考？这样一连串的问题就能轻而易举地让话题不断延续下去，完全不用担心会出现冷场。情境延伸本质上就是一场对话的接力赛。当你成功接到对方抛出的话语时，你并不是单纯的重复，而是巧妙地再丢出一个新的方向，引导对方更深入的分享。这样一来，对方会觉得你真的有在用心倾听，也更愿意敞开心扉，分享更多个人资讯与想法，让聊天过程变得越来越顺畅，充满活力。第3个技巧，三明治回应法。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应对策略，它能让你的回应不再只是单调的嗯、哦、好等敷衍词语，而是充满深度与正面能量。其结构非常简单，就是正面肯定，加入细节或提问，再次正面肯定，如同三明治般将核心内容夹在2片面包之间。举个例子，当对方说我最近换工作了，你可以运用三明治回应法。哇，真的很勇敢，转换跑道需要很大的决心呢。你之前是做什么的？那现在这份新工作是不是你梦想很久的呢？有什么特别吸引你的地方？这样的回应不仅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用心倾听，还会觉得你充满温度，而非仅仅是敷衍了事。第4个技巧是共同经验连结。人类天生就倾向于与自己有相似经历或感受的人产生连结，因此在聊天时，如果你能够巧妙地找到与对方的共同经验，对方会立刻对你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这种共鸣会让你们之间的聊天瞬间变得更有火花，庞佛找到了知音一般，对话也随之热络起来。想象一下，对方说我超爱露营的，而你立刻回应
真的假的？我也是。我上次去欧营区还遇到一场暴雨，整个帐篷都快被吹走了，但那经验超刺激的。这样的对话瞬间就能产生强烈的共鸣。接下来你们就可以从装备的选择、露营地点的分享，甚至是过去的露营经验，一聊就是1个小时，话题源源不绝。第5个技巧是好奇心发问法，请记住，避免问那些只能用是或否来回答的问题。例如，你喜欢吃披萨吗？这种问题会直接终止对话的发展。相反的，试着运用你的好奇心，设计出能够引导对方延伸回答的问题。例如，你最爱的披萨口味是什么？有什么特别的吃法或搭配方式吗？这类问题能激发对方分享更多。设计的好的问题就像是为对话铺设了一条平坦的道路，让对话能够不断地向前推进，而非陷入僵局。例如，你可以问，你当初是如何开始学烘焙的？是什么契机让你对它产生兴趣？这类问题会鼓励对方娓娓道来自己的故事，分享心路历程，不仅让聊天内容更为丰富，也能让你更深入地了解对方。第6个技巧，观察加称赞法。许多人觉得聊天开场非常困难，但你只需要仔细观察对方，并给予一个真诚且具体的称赞，就能轻松地打开话匣子。这种方式不仅能让对方感受到被欣赏，也能迅速拉近彼此的距离，让气氛瞬间升温。例如，你可以真诚地说，你今天穿的颜色搭配得很好耶，看起来很有品味，是你自己搭配的吗？这种带点轻松又不失礼貌的赞美，不仅能让对方感到开心与被重视，还能迅速打破尴尬，让你们之间的气氛马上升温。这种赞美不仅能为对话开启一个良好的开端，更能为后续的交流奠定愉快的基调。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称赞一定要真诚，千万不要说的太过于浮夸或不切实际，否则反而会让对方觉得你不真心，甚至产生反感。有效的称赞必须是细节加观察的结合，也就是说，你的赞美要具体到对方的某个细节，并且是基于你真实的观察，这样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现在，我要特别提醒你一个很多人在聊天时常常会犯的致命错误，那就是在对话中只顾着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事情，结果让整个聊天过程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输出，而非双向的互动。这种情况下，对方会觉得自己只是个听众，而不是对话的参与者，自然会感到无趣，并失去继续聊天的意愿。请你务必记住，聊天是互动，而不是一场个人演讲或独白。当你讲完一句话后，记得为对方留下一点回应的空间。你可以轻轻地抛出一个小问题，引导对方发表意见，或者只是给予一个眼神的交流，一个会心的微笑，甚至是一个简单的点头，这些都是鼓励对方参与对话、表达想法的有效方式。让我们快速地复习一下今天所学习的6大聊天技巧。第一是 FORM 法则，帮助你找到开场话题。第二是情境延伸法，让话题不断深入。第三是三明治回应法，让回应更有深度。第四是共同经验连结，快速拉近距离。第五是好奇心发问法，鼓励对方分享。第六是观察加称赞法，自然开启对话。这些技巧看似简单，但真正能让你脱颖而出，成为聊天高手的关键在于你能够在实战中反复使用它们，让它们逐渐内化，变成你潜意识中的直觉反应。当这些技巧成为你的一部分时，你就能在任何场合自然而然地运用它们，聊天自然就不会冷场，甚至能游刃有余地掌握对话节奏。留言告诉我，你最常遇到的聊天困境是什么？6个聊天技巧哪个对你最有帮助？点击下方资讯栏有帮助你提升沟通技巧的专业课程，还有乐之木想为大家争取的专属优惠，让你成为众人眼中最受欢迎的聊天对象。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让我们陪伴你的人生越来越喜悦丰盛。